天就试着自己装电灯，门口的地方的那个电，在装的时候不小心跳电了。他说：“你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线是接对吗？”然后他就，这果然是人家的专业。你猜一下这样多少钱？昨天呢，也有请人家来估一下砌这几面墙大概要多少钱，估起来大概1500左右。然后想说，我就来自己试试看可不可以弄。我们家的占地呢，主要是有80平方米，这边的房子啊，公设比多少，就是居住使用的面积。那也很多人留言问我们这个房子多少钱，在荷兰这里买房呢，大约是台币。Hello， 大家好，我是美乐。那我们现在住到我们家呢，已经3个月的时间呢。那上次的影片呢，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们的看房啊、买房的经过。那这一次的影片呢，也记录一下我们这一段时间的搬家过程，从自己粉刷新家、整理啊，还有装电灯啊，到退租的过程，有没有被扣钱，怎么整理，怎么搬家，还有我们的新家简单的开箱。那有兴趣的朋友也跟我一起继续看下去吧。对。阿嬷喜欢灰啊，于是还是要完整，没有把它全部拆掉。今天先来把这个壁纸给撕掉，然后另外一个壁纸等一下再来看一下。在刚妈买一个除胶的朋友推荐的，我先把它沾湿，然后去软化那个胶水，然后再来把它的壁纸撕下来。我刚撕了2页，也是蛮好撕的。交屋后的第3天，前几天呢，我就申请水电啊，然后热气啊、暖气什么的这些的注册这样子，然后我就研究了一下。今天呢，我刚骑小车过来，然后我把一些工具，等一下我就要把地板啊铺一些塑胶垫啊，因为我们要重新漆油漆，因为它这个现在也都是蛮脏的这样子，然后。还有这里啊，有一些孔洞啊，都是要自己补起来，然后这里也是。这种的，所以我就是要来做一些油漆之前的前置作业。然后昨天呢，也有请人家来估一下砌这几面墙大概要多少钱，然后估起来大概要1500左右。然后想说，我就来自己试试看可不可以弄。然后因为之前屋主啊，他这边都是有放柜子，所以他这个后面挡住的地方都是脏脏的，有一些原本柜子的地方掉漆了，还有这边也都有。然后之前是有挂画遮住。上工吧，现在早上10点，所以我现在连中餐呢都带了一个泡面过来配。刚刚早上煮的菜装在盒子里，等一下中午的时候可以吃。来泡一个咖啡。然后它这个呢有一个热水的这种的，觉得还蛮方便的。按2下再右转，它就有了。转一下就有热水了，不用再另外煮。然后我昨天买了这个保护地板的，然后砂纸，我看人家说要用砂纸，然后手套、纸胶带应该会有粉尘，所以我买了这个口罩，买这个补土的，这感觉不够补，然后还有一支刮刀，这看起来是蛮大的，而且4公尺乘5公尺，这概念也是蛮难抓的。第一次看到这个抽油烟机也是蛮有趣的，它的风就会这样子过去。现在把地上啊铺好了，然后纸胶带也贴好了。我现在要来清一下壁纸，撕下来的时候会有一些残余的胶。这个到底怎么戴啊？这样吗？那这个嘞？那这个嘞？那怎么戴啊？这样？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我看影片，人家说是要把这个漆到摸起来没有刺角，再补土。This could be the best thing that I'll ever know.
talk for hours and never slept. Two silhouettes on the concrete stairs. We watched the sun as it slowly crept from the horizon to the place 是 we 跟工人便当， lived. 那这是半霸来的感 This 觉， could be the best 房子不 thing 够 that 大， I'll 变 ever 成八 know. 百。 然后刚装了电灯，第一次装电灯，有够难的。我们这几天呢，清理墙壁，就是补土啊，然后用砂纸磨平啊。今天呢，打算来漆油漆。早上的时候去买了一个油漆，还买了一个刷子，刷子现在装不进去，不知道怎么装。好吧。看起来是好，把那个周边的刷毛用牛胶带把它粘掉，这样。好。今天是我们自己弄家里的第5天，今天是礼拜天，前几天是只有我一个人，周末阿丹有来，所以就比较快一点。来看一下我们昨天礼拜6漆的墙壁，你看我们2个人是 Be Smart Team。因为这个不怕弄脏的衣服。以下开放爱因河滨这个村有没有人需要漆油漆的？你只做这个疗愈的，其他的这种贴胶布都是我在贴。这像是小时候在墙壁上画画，然后画完之后不用负责任，然后再把它擦干净的感觉。看一下昨天漆的房间这面墙，还蛮不错的。之前的洞补起来已经看不太清楚了，等一下看要不要再漆第2层，或者是把这里弄成柜子就可以了。等一下来粘那个踢脚板的缝，刚研究了一下这个墙怎么用，这样子拉过来，放进去。有模有样的。脚把它压紧，要压紧也是挺费力的。粘住。所以我在问你。我就照着它的接，结果还是一样没电，就跳电了，有点可怕。今天是礼拜天，然后我们就先搬了一些小样的东西啊，像是椅子啊、桌子啊一些东西，先搬过来这边放。我们这几天就试着自己装电灯，门口的地方的那个电，在装的时候不小心跳电了。然后现在我们打电话给电力公司，电力公司说2个小时内会派人过来，然后我们也看不到，所以就等他过来看。然后现在先去买个午餐。那个打了电话，电工他就来了，我就在那阳台，然后就看到他来，然后他来的时候他就那边看，然后他就把这个箱子打开来，他打开里面有一个白色的东西，他就换了那个白色的东西之后就好了，因为他说这个东西是只能他们换的，换掉看起来就 OK 了。对啊，我刚才很害怕，然后我还请他帮我看这个东西，然后我跟他说你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线是不是接对吗？然后他就。这果然是人家的专业。你猜一下这样多少钱？他会再寄 invoice 来。我刚才就去问他说，咦，要付钱吗？然后他就说第一次是 free 的。我跟他说，那我拿一个那个点心给你，我就去拿了一个那个台湾的带回来的麻花卷给他。我就在问他说，哦，那所以第2次就要付钱吗？然后他就说 in short periods of time 这样子，所以看起来是过了一阵子之后，我说还有问题，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个黑盒子里面的问题，所以不用钱。好，赞，准备搬家了，所以东西都清理中，也是。还有我们最喜欢的这个客厅跟阳台的地方。早安，刚9点的时候，那个租房的中介来检查房子。我想说，我这一次应该算是已经很了解这里的规矩了吧？怎么可能还有东西不过关的呢？结果还是有一个地方没有过关呢。
我这一次搬来这个家的时候，这个家就是都没有家具，每一个家具都不能靠墙，它只要一有墙壁有灰灰的，它就没有办法过关。结果你们知道有什么东西吗？居然是外面的青苔、阳台，有一点绿绿的。好吧，那只好等一下来清洗。在欧洲这边的租房要退租啊，真的是大家都有很多清洁的小撇步，所以也看到很多人留言说有什么很多清洁剂可以使用啊，真的是蛮有趣的。这个青苔真的刷起来有绿绿的，真有趣。Rainy days don't seem so 这些 wet. 东西不行。 Stormy nights don't stay. From the moment that we met, 这 you 个申请的 were 垃圾卡也拿到喽。然后还有这个新注册这个地址，通常都会有一个搬家礼，这是我们这一区的搬家礼。Welcome in your new house. talk for hours and never slept. Silhouettes on the concrete steps. We watch the sun as it slowly crept from the horizon to the place we leave. 好，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在住在这边了。然后现在我们搬的东西呢，就剩下大件的，还有一些刚刚早餐吃的一些盘子啊，等一下桌子啊要过去，桌子、沙发，然后床铺，然后这边还有一些东西。现在把这个棉被收起来，最后一天睡在这里了。好，阿丹去拿我们租的车子，我的电脑也收起来，然后还有洗衣机自己要搬过去，然后等一下要自己装洗衣机，所以我刚刚先拍了一张照，看起来还蛮简单的。我们租的这个车没有很大，小小的。接下来又要搬一个重物了，洗衣机。租的车子太小了，我们的沙发放不进去这个3米的车子。多亏我们以前是考自排车结果刚刚我们租的车那个根本放不下我们的衣柜跟沙发，最大的东西都没放进去。好了，今天是我们在这一个家的最后一天了。基本上昨天呢，礼拜六的时候已经把东西呢都搬到新家了，然后就剩下这个沙发还没有搬过去，所以我们等一下晚一点要来搬这个沙发。空空，这里充满我们1年半的回忆呀。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来这边度过跨年啊、夏天啊，然后有一些活动啊都在这里。还有这个阳台，这个阳台就是几乎每个朋友来都会在这个阳台那边坐。大家最喜欢的这一面，这一面窗，对，真让人舍不得。然后我们原本住的这个房子呢，它这里就是因为房租太贵了啦，其实，所以我就搬到其他的地方去。然后它这一片 view 呢，其实就蛮好的，就没有东西遮住。有一个博物馆啊，在这边。我们要正式跟我们住了1年半的这个房子说再见啦，在充满回忆的地方，对，拜拜。那我们要搬到下一间，继续创造回忆。好多人在搬家，这里也有，旁边那里也有。看看我们的这个 Wagon 款式的车子，就是比较难装。我们的沙发。好的。嗨，还好吗？你还问我？你猜的如何？那我们现在搬进来新家已经有大概3个月的时间了。
那也简单的小小开箱一下我们的家。然后我们家呢是一个有电梯的公寓，然后我们家的占地呢主要是有85平方米，然后有2个房间，然后有一个阳台这样子，有停车位，有 storage 在楼下。这边的房子啊是没有一个公设比多少这样子，85平方米它就是居住使用的面积就是85平方米。那像是我们住公寓的管理费就是会用在我们的房子以外社区的东西呢，停车场的清洁、电梯的保养啊等等的。好，它这里就是大门一进来玄关的地方，然后这里先放一些杂物还没有整理的，最近在打网球也先放在这里。然后玄关的地方这边有一个电器柜，大家的家里面都会有电器柜，这电器柜莫名的大，如果是可以弄小一点，这里又可以有一个 storage 的。然后再来就是我放鞋子的地方，左边右边我都各放了一个鞋柜，然后前面这边就是主要的卧室这样子，然后这间是浴室，就是维持原本的样子，不太需要什么大变动这样子。左边这里有一个储藏空间，然后可以放洗衣机啊，一些储藏的东西。然后再走过来，左边就是客厅。之前的屋主是放这样子，可是我们前1个月呢，把沙发放在这边，然后这里放电视，我也觉得还可以。但是因为我们想要把我们的公路车挂起来，我们也有想过要把公路车2台放在这边，或者是放在这边，还不知道，因为这里是一个通道，还不知道要挂在哪里，所以想说要挂在这一面墙，还是挂在这一面墙。那目前内装的部分呢，都还没有完全摆好，也不知道要摆怎样比较顺，就先住住看，到时候再看要怎么样摆，还在想。可是我已经买了挂钩，不知道要怎么办。如果有室内设计的朋友，可以建议一下，我们可以挂在哪边。然后我后面这里呢，就是另外一个房间，就是小房间。上个月妈妈有来，所以我们是有先放一张床在这边。那主要呢就是阿丹的书房，这边呢早上的时候太阳会晒进来，所以有时候衣服也会晒在这边。然后再走过来呢，就是厨房跟餐桌的地方，这边就是餐桌的地方。然后餐桌的电灯还没有装，因为现在夏天了，10点都还没天黑，所以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会装。然后再来这边呢就是厨房的区域，然后这个电灯也还没有装。然后这边呢就是我的工作的区域，然后外面这边是阳台的部分。然后冰箱，这里冰箱都是做这种在里面的，看不太出来的。下面是有冷冻柜的，洗碗机都会有的。好，那我们家呢就是这样子小小的一个而已，也是够我们2个住了啦，或者是有朋友来啊，稍微住一下也都是可以。白白的就是我们漆的墙面，觉得还蛮满意的。然后因为那时候漆的实在太累了，所以这一面墙绿色的就还没有漆，有一些小小的脱落的地方，我就先用水彩给它补起来。等如果到时候有空的话，然后比较不累的时候再来漆这面墙。那也很多人留言问我们说，哦，你们买这个房子多少钱啊？在荷兰这里买房呢，我们这样子85平方米，大约是台币的1700多万这样子。这也不是什么不能说的，因为在实价登录上面也都看得到的。它这边呢，就是没有什么公设，也没有公设比，所以就是买的房子就是实际上使用的面积。那其实我们这边不是首都，不是像阿姆斯特丹那么贵。然后每一个房子啊，依照它的屋龄、每一个地区，然后坪数，还有所使用的范围不一样，而有所更动。像是我们这个社区啊，也有几间在卖，可是它的屋龄啊，或者是内装啊，或者是能源等级没有这么高的话，也是会有一些价差这样子。对，那我们这一次的搬家跟房子开箱影片就到这里啦。那喜欢我们的影片或是有任何其他的问题，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也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